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来了来了！大家好，我是雨雨说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最近引发轩然大波的始祖鸟炸山炎上事件。就在9月19号，户外奢侈品牌始祖鸟联手中国爆破艺术家蔡国强，在西藏海拔5000多公尺的高山举行了一场名为“升龙”的烟火直播秀。彩色烟火沿着山势释放，像一条彩虹龙在山间盘旋，搭配上结尾的金色烟火，光用听的就觉得很震撼吧。但影片一出来，网友全都不是赞叹，而是雪崩般的愤怒，因为以上形容的都不是使用特效，而是真实在极度脆弱的高山草原上用火药炸出来的艺术。更讽刺的是，始祖鸟的官方微博前一秒才写下敬畏自然、高山信仰的贴文，下一秒却用炸喜马拉雅山这种破坏环境的方式来行销。这种神奇的操作，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傻眼吧？一个主打户外大自然永续的品牌，竟然选择用这种方式来宣传，而且是炸当地人心目中的圣山，这难道不是对大自然最荒谬的背叛吗？要理解这次的事件为何会变得如此剧烈，我们必须先了解始祖鸟这个品牌本身充满矛盾的双重形象。这个在1989年诞生于加拿大的户外品牌，产品大多是攀岩、登山、健行户外活动的相关装备，是很专业的户外品牌。原本主打的理念是对大自然的探索与尊重。然而，自2019年被中国安泰尔集团收购之后，它在亚洲市场的经营策略开始走向潮牌、高级精品的路线。凭借着2022的北京冬奥运动风潮，始祖鸟被成功塑造为一种奢华的品牌，成了富裕阶级和企业家用来彰显身份的象征。尤其在中国，还曾经掀起一波 Urban Outdoor 的穿搭风潮，很多没在跑户外活动的人也会买始祖鸟。正是在这种户外精神与奢侈品的矛盾关怀下，感觉使他们的核心理念渐渐跑偏。一个以登山攀岩起家的国际大厂，竟然联手没有任何环保意识的爆破艺术家蔡国强，一起实行了炸山这种离谱的行径，怎么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！而其实这场烟火秀是品牌向上至美高原系列活动的第3季，前2季在云南和喜马拉雅山脚的艺术活动都非常成功，完美的将品牌与高原文化连结。但谁也没想到，这次会是世纪大翻车。在直播画面播出后，立刻引起排山倒海的舆论抨击，骂声不外乎是制造污染、环境迫害等，连中国民众自己都看不下去，在社群引发各界一面倒的质疑批评。面对大量的质疑，主办方与艺术家蔡国强提出了一系列的辩解，声称烟火采用了符合国际标准的环保可分解材料，其噪音与光害远低于常规的烟火秀，同时也做了配套措施，如将牲畜移至安全区，且活动结束后也承诺会立即清理并进行植被修复。然而打脸也来得如此之快，这些说法很快被事实与专家逐一戳破。首先，有个央视记者在事后深入现场，发现遍地都是电线、塑胶桶、火药残骸，草原被挖得一坑一坑的，环境遭受大量破坏的痕迹。其次，科学家们指出，主办方的说法近乎无知。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的专家解释，所谓生物分解，在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效率极低，生态恢复可能需要数百年。中科院的学者也强调，高原脆弱的地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最后防线，一旦破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至于野生动物因长时间的噪音与强光干扰，对正在储备过冬的它们已造成巨大的伤害。很明显的，此次活动无疑会造成环境破坏。完全不懂品牌怎么会有办这个活动的想法。他们的后续处理更是火上浇油，不仅反应迟缓，在事发2天后才道歉，更被网友抓包发布了阴阳道歉信。海外版将责任归咎于中国团队与蔡国强，很明显的要切割一切，把错误推给艺术家。国内版则是姿态谦卑，承诺会配合调查。想当然的，这种夸张的操作没有人会买单，反而引发了更猛烈的反弹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应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曾经我也是始祖鸟的爱好者，但经过这一炸，炸掉的不只是喜马拉雅山的宁静，还有始祖鸟数十年来累积的信誉。或许他们赢得了一时的流量，但失去的是最核心的资产，还有大众的信任。那么你认为艺术和自然真的能有办法和平共存吗？还是大自然最纯粹的美其实就是保持原样？还有你怎么看这次始祖鸟炎上事件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大大的按个赞，然后订阅和支持我们的频道。之后我都会更新2部影片。我是雨雨，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